2009年，上海女研究生带母上学，在宿舍自缢身亡的新闻引发了热议。而自杀前2个月，她刚考入上海海事大学公费研究生。自杀前1个月，她正积极向学校申请单间宿舍，希望和母亲同住。甚至在自杀前1天，她还在和同学排练话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杨媛媛死后，其母亲汪瑞玲及亲属认为校方应该负责，而很多网友则认为母亲才是主要责任人。那么，这样一个看上去积极孝顺的女孩，为何要选择自杀？究竟谁才是幕后推手？杨媛媛出生在70年代末期，湖北的一个小县城。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军工厂里担任工程师，而母亲初中毕业后被迫中断学业，是工厂里一名技术工人。他还有个弟弟，比他小几岁。由于父亲受过高等教育，母亲也对读书有执念，因而他们希望2个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，成为社会有用的人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在杨媛媛6岁那年，父亲就因病去世。从此，母亲汪瑞玲一人靠着每月几十元的收入，扛起了养活全家的重任。尽管生活艰辛，但她并未让2个孩子放弃学习。好在杨媛媛和弟弟都非常懂事，把好好读书铭记在心，努力学习，考出优异的成绩，报答母亲。而杨媛媛更是肩负家庭的责任，凡事顺从母亲意见。高考报志愿时，杨媛媛本想报大连海事大学学法律，但母亲认为学校太远，车费贵，让她选择就近读书。尽管她对学经济不感兴趣，但她还是填报了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。进入大学后，杨媛媛申请了助学贷款，并靠兼职收入和奖学金生活及还贷。平日里，她每天奔波在课堂和工作中，疲惫不堪。也许是经济压力太大，渐渐的，杨媛媛的性格也变得少言寡语，闷闷不乐。尽管生活很累，但她在母亲面前从来报喜不报忧，因此母亲认为女儿是积极的、快乐的。大3那年，杨媛媛母亲工厂即将搬迁到外地，但汪瑞玲不愿跟随，便办理了内退，来到大学与女儿同住。从此，杨媛媛开启了与母亲8年的共生生活。2人同睡一张床，共用1部手机，拥有同一个银行账户。白天，杨媛媛和同学上课后，汪瑞玲做一些小吃，或者接一些织毛衣的活。晚上，汪瑞玲就在寝室门口摆地摊，卖自己做的小吃和一些小商品。她把赚来的钱都用来补贴姐弟俩生活费。最终，学校发现了母女俩同住的事，出于同情，给他们单独安排了一间宿舍居住。转眼间，杨媛媛大学即将毕业，但由于贷款未还清，毕业证未拿到手，因此没有找到像金融行业的高薪工作。尽管当时杨媛媛还有5条出路，包括成为县城公务员、西北大学研究生，还有2个商贸公司的职位可以选择，但她和母亲商量后都放弃了。母亲考虑，既然走出了县城，就不要再回去，打算以后在大城市安家。之后，杨媛媛仍然与母亲同住，并继续为考研做准备。期间，也有同学劝她先就业，再考虑未来发展，但都被她拒绝了。她坚定地认为高学历才会带来高收入。毕业5年，当年的同学有的硕博已毕业，有的在北京、上海大城市工作，买房买车。杨媛媛得知后更加自卑，不愿与外界交流，每天和母亲摆摊、做家教，赚取生活费用。而与她生活在一起的母亲，根本感受不到女儿的痛苦，也无法体谅女儿的不容易。在她眼里，女儿今后就要安家在上海。终于，4年苦读考研，2009年，杨媛媛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的公费研究生。然而，对于母亲的去向，当时母子3人也讨论过。弟弟当时在北京读博士，能够照顾母亲，但汪瑞玲拒绝去北京，而选择跟随女儿来到上海。来到学校后，杨媛媛向学校写了一封申请书，希望学校能够安排一个位置给母亲住，但没有获得批准。校方认为学校贫困生很多，不能开这个先河。
并帮忙介绍另一位老师在校外的租房，每月450元房租，同时提供杨圆圆一个校内兼职的工作，每月320元。但因当时周末，未及时拿到校外租房的钥匙，望瑞林因嫌住100元的招待所太贵，就只住了1晚，第二天就退房了。第二天晚上，他就在学校楼道哭坐了1晚。当时是11月，上海天气已变冷。第二天早上，当杨圆圆看到憔悴的母亲时，顿时眼泪就止不住的掉下来，觉得对不起母亲。也许是人生的不如意，又或许是受到周围同学们异样的眼光，让杨圆圆内心世界彻底崩溃。一天早晨，在同学都外出上课时，杨圆圆选择在宿舍的洗手间结束自己短暂的生命。杨圆圆死后，母亲集众亲戚前往学校讨说法，最终获得学校给予的16万元慰问金。事件曝光后，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说，杨圆圆的死亡与其母亲有着直接的联系。杨圆圆承载着母亲的梦想，与母亲多年来相依为命，已超越了普通的亲情，更像是未剪断的脐带，相互缠绕牵绊在一起。而这种牵绊太过紧密，让杨圆圆没有了自我。她不能顺从自己的意愿，选择喜欢的专业，也不能忍心抛下母亲，独自去闯荡。最终，牵绊成为了束缚自己一生的绳索。人生一世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有选择的权利。父母子女一场，要把握好爱的界限，千万别成为彼此的负累。作为父母，尽力托举孩子，而身为孩子，要懂得孝顺父母，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相互前行，才能共享世间欢乐。